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当治愈成为稀缺品，优酷樱桃琥珀如何重塑青春剧的价值标尺？暑期档，一部青春剧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赢得了观众最真诚的赞誉。樱桃琥珀在优酷开播以来，热度与讨论度稳步攀升。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其真实治愈后劲儿大的评论不断发酵。这部叙事节奏舒缓的剧集是如何成为抚慰人心的治愈良方的？答案或许在于它精准捕捉到了市场对真实情感的深切渴望，以一种反向的创作逻辑，转而寻求一种更真诚也更有效的深度沟通，从而重新校准了青春剧的价值标尺。以日常感对抗戏剧性，在反向创作中锚定真实。樱桃琥珀并非聚焦于单一爱情线的偶像剧，而是一部以90后成长为脉络，具有浓厚年代质感的青春群像剧。故事以千禧年前后为背景，围绕着小城群山里一群少男少女林樱桃赵金麦氏、蒋教熙张凌赫氏和他们的群山小分队展开，细腻地描摹了他们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完整成长轨迹，以及在时代变迁中友情、亲情与爱情的交织与变化。在如今这个3级定律8级吻戏成为创作秘诀的市场环境下，樱桃琥珀没有依赖激烈的外部矛盾来推进叙事，而是用无数个高度真实的日常瞬间来垒砌人物的情感世界与命运走向。这种操作贯穿全剧，使得许多本可以大做文章的冲突点都被处理得极为克制和真实。例如，当林樱桃与蒋教熙之间朦胧的好感在班级里传开，并被老师察觉时，剧情没有走向预想中棒打鸳鸯的激烈对抗，或是师生对立的脸谱化情节。老师只是在办公室里用一句多跟女孩子一起玩的善意提醒，温和地划出了一道管理的边界，而林樱桃的回应不是叛逆的顶撞，也不是委屈的沉默，而是一句清澈而坚定的他们首先是我的好朋友，其次才是男同学。这一幕的戏剧张力或许不大，但其现实意义却极其深远。它所呈现的正是绝大多数90后在校园时代都曾经历过的那种心照不宣的师生博弈，以及在集体规则下悄然萌发的珍贵的个体意识。这种处理方式让共鸣的落点不再是悬浮的戏剧性，而是我经历过的普遍性经验认同。当蒋教熙为了保护樱桃当众说出不认识他时，剧情没有安排常见的误会升级或激烈争吵，但正如一位观众所感受到的，我们樱桃走了这么远的路才来到他的身边，换谁都会难过的吧。剧集正是通过这种安静的呈现，将那份少年人的委屈心碎和另一方的隐忍无奈传递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优酷的此次创作似乎在有意探索一个深刻的命题：当剥离掉所有为了好看而设计的强情节外壳后，一个故事的核心生命力究竟是什么？樱桃琥珀给出的答案是人物内在的成长逻辑与人际间真实的情感流动。这种生命力首先源于2位主角真实可感的性格弧光。在赵金麦看来，林樱桃会犹豫，会不确定，会沮丧，但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带着真诚和韧性。他的乐观不是天真，而是在看清生活的挑战后，依然选择用最大的善意去拥抱世界。如果说林樱桃的成长是向外绽放，那么男主角蒋教熙的成长则是向内突破。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张凌赫坦言角色与自己的童年有相似之处，都曾在传统家庭中面临父母的严格要求与比较，这份共情无疑让他对角色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看到樱桃琥珀放弃了用外部事件强行驱动人物，转而耐心地向内深挖，
让观众在那些看似平淡的时光碎片中自行拼凑出情感的脉络。不止于复刻，怀旧质感如何为叙事注入灵魂？年代剧的怀旧元素并不少见，但樱桃琥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拒绝将怀旧降格位，浮于表面的视觉奇观，而是将其精工打磨成驱动叙事、塑造人物关系的核心线索。据悉，制作团队为了还原90年代电剑家属院的真实风貌，曾一实景搭建，甚至跨越3省搜集了凤凰牌自行车、铁皮铅笔盒、小霸王游戏机等早已淡出生活的老物件。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符号化的红砖墙与绿皮火车，更是摆在小卖部货架上的健力宝和旭日升冰茶，是孩子们围坐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亚洲雄风的歌声传来的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更进一步，剧集通过独特的影像美学，将这种怀旧转化为一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它大量采用暖黄色调与老胶片质感，甚至刻意模拟早期家用 DV 的粗糙真实感，让老电扇转动下扬起的光斑浮尘都充满了诗意。这种被网友盛赞为美、一帧都是屏保级的画面，并非简单的滤镜，而是服务于叙事的核心。它让我们透过角色的眼睛去看世界，模糊了观众与故事的边界。剧中的小灵通、QQ 聊天界面，乃至一本风靡一时的《悟空传》小说，并非简单的道具陈列，而是构成了那个前智能手机时代里少年们情感世界的基础，规定了他们交流的方式、速度与温度。因此，当看到剧中人分享一半耳机听歌，放学后并排骑着车，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才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有网友感叹，连踩碎落叶都能笑半天，这才是青春的本真。在那个沟通需要等待、情愫需要揣摩的慢时代，每一次缓慢的离别与重逢，每一次笨拙的靠近与试探，都因其稀缺而显得格外郑重，也让这份怀旧最终沉淀为深刻的情感共鸣。蒋教熙的不告而别之所以能成为贯穿数年的核心悬念，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失联是一种真实且沉重的状态。这种由技术局限带来的叙事留白，赋予了剧中情感一种独有的、值得反复咂摸的醇厚与张力。这在已读不回都能引发焦虑的当下，显得既奢侈又迷人。这种对时代肌理的还原，与优酷平台对内容深度与长线价值的追求一脉相承。樱桃琥珀则是在青春题材这一赛道上，再次以精工打磨的品质，满足了观众对真实、细腻情感内容的渴求。这种布局，最终让怀旧超越了廉价的糖衣，成为一种为叙事服务的创作。它复活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外壳，更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场与交往逻辑，为所有人物的情感与成长提供了一片最坚实、最可信的土壤。重寻情感共同体，细腻治愈观众，彰显创作价值。樱桃琥珀带给诸多观众治愈背后，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经历了各种强刺激内容的轮番轰炸后，观众对于真实、温暖、具有高度共情价值的情感连结存在着巨大的刚需。剧集以极具写实感的烟火气，精心呈现了那个千禧年代朴实动人的情怀。无论是群山小分队之间你出是我第一个到的彼此托底，还是林樱桃父母所代表的那种充满智慧与包容的健康亲情，亦或是男女主之间慢慢滋养、双向治愈的爱情，这些情感线彼此交织，共同构筑了一个稳固而温暖的情感共同体。剧集所精心呈现的，不仅是对过去的美好怀念，更是在冰冷的都市水泥森林之外，为观众构建了一个充满人间烟火与传统温情的情感乌托邦。它通过对90年代电剑厂家
属愿群居生活生动而细致的描摹，成功的复活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背后最动人的分量。当蒋教熙母亲散布关于樱桃早恋的谣言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大院邻里的集体守护。蔡芳媛的妈妈在早餐摊前当众列举樱桃曾帮自家孩子出头的仗义事迹，于乔妈妈则立刻澄清那是发小的喜欢，蔡叔叔更是豪迈的以请电见总部所有人1个月的早餐来打赌，力证孩子的清白。更进一步，当秦野云的父亲旧疾复发，却因经济拮据而拒绝治疗时，邻居们不是简单的口头安慰，而是暗中凑齐医药费，并为了维护他的尊严，体贴地谎称工伤可以报销。双燕阿姨主动承担起白天的看护工作，好让秦野云能安心上学。这种出钱又出力、默契分工的援助，将邻里关系升华为最坚实的情感后盾。正是通过对这些真人、真事、真情的执着描摹，该剧才成功地拍出了生活的本来面貌，以及那个时代独有的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连接。在许多观众感叹连1层楼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今天，樱桃琥珀所呈现的这个守望相助的温暖社区，成为对当下疏离人际关系的一种温柔提醒与深切慰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在演青春，而是在复现青春。这种返璞归真的创作，让它成为当下荧屏中一部难得的能够让观众安心沉浸并收获治愈力量的作品。正因如此，优酷此次推出樱桃琥珀，也在有意识地通过引入高品质、长余韵的慢热型作品，满足不同圈层用户的深度情感需求。他提醒行业创作者，当戏剧性的阈值被不断拉高，或许回归真实、回归日常、回归情感本身，才是穿透市场喧嚣、抵达观众内心的最有效路径。